各位观众好，我是 Caesar，那欢迎来到 Mandarin Guru 的频道上。那一样，我们延续的第一集，其实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依然是 Michael。好，那 Michael 不好意思，再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E。然后前一集呢，我也说我来自台湾嘛，然后现在定居雪梨。对，澳洲的雪梨。好，那很欢迎 Michael 再继续跟我们一起跟我们陪伴，跟我们一起陪伴。好，那我们这个第二集的主题叫做你最喜欢的华语电影来，Michael 你最喜欢什么电影呢？哪一部华语电影呢？华语电影啊，嗯，我的天哪，两岸三地啊，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影都算。真的是回忆到很久以前了。多久以前啊？我真的你看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哪一部？在关于什么的？我记得是关于就是高中生嘛，然后后来女生就是后来没有在一起啊，毕业之后，她是叫什么啊？忘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对，你这都猜得到。对啊，那部就在讲他们高中的时候啊，然后后来没在一起啊，对啊。对啊。那部是2011年上映的，已经10年了。对，很久了。那部我印象蛮深刻的，蛮喜欢的。那一部其实那一部在台湾算蛮有名，因为首先那一部它本来是一个小说的作家是九把刀，他那一部他的小说跟电影的名字都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我其实，在2007，其实2006的时候就读过那本小说了。然后他在2011年就上映了。那我跟我家人第一时间就有去电影院看，然后也是觉得蛮赚人热泪的，就是你会觉得那种高中的那种青涩的爱情，然后很稚嫩，然后很热血，蛮励志的一个电影啦。我就这么觉得。你怎么对他很有印象呢？你那时候触及到你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高中的场景啊，都是因为像我高中嘛，基本上就是补习班啊，然后学习啊，考大学啊。但是你说看完电影之后，就会回忆说，如果现在再重新回去的话，可能整个高中的生活就会不一样，会希望过得精彩一点，至少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啊之类的。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相信观众们可能蛮多是来自欧洲啊、美国的这个想学中文的这一群学生们。那可能我自己其实 Michael 你现在在澳洲嘛，其实你也会觉得说澳洲、欧洲、美国他们在高中的教育他们是普遍没有补习班这件事情的。然后上学时间可能一天也只有6小时，下午3点之后就放学。这是比较西方的教育。可是观众们如果你们有机会来亚洲或是来台湾啊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韩国、中国等等，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国中生、高中生的在上学时间很久，可能8-9个小时，然后下午5点下课之后又去所谓的补习班 Crane School， 就是所以你的高中生活就是上学、补习班、考试，就是这样。好像你不用其他，你只要会读书、考试就好，不用其他的技能。跟这样的一个读书环境跟所谓的欧洲、美国其实差真的蛮多的。对。对啊，就像你说的，基本上你说还有晚自习嘛，然后假日啊，补习班啊，对。但是回归到电影，这部电影是真的就是很感人啊。对，而且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播了一个他的那个音乐配乐啊，就是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你说那个配合那个是那个胡夏的那首歌吗？那些年。
对，胡夏的那些年。哦，对，对，胡夏，补充一下，胡夏他算是中国歌手，然后不过他因为参加台湾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拿到他是超级星光大道第6届的第1名，所以他就有跟台湾的唱片公司合作，所以他虽然说是中国大陆的国籍，可是他也有参与这部片，然后他是唱主题曲这样子。我觉得那首歌也是蛮好听的，就是蛮好，对，就是很配。其实那个歌词就是完全在讲这部啊，就是很专属于这部的一个，对，就是完全专属于这部对，的歌曲。哦，真的哦，10年哦，没想到这部电影10年，我记得是我大1升大2的暑假去看的。啊，真的。他们其实后来也是有上大学嘛，对不对？在里面也是有饰演住宿啊，对像大学一样学生宿舍啊，然后对，你说在学生宿舍里面会做的事情啊，哦，蛮好笑的啦，对，很多有趣的事，对。对，好，这部算是校园青春喜剧啊，校园剧啦。那你还有喜欢什么的华语电影呢？啊，你问我华语电影，我真的想不太起来。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电影我都是看，就是像西方电影的。哦，这样啊，哦，对啊，啊你看我能不能讲西方电影？这个主题有点偏掉了。还是你有什么喜欢的华语哦电影？哦，说不定会勾起我的回忆。我想讲一部比较是关于历史的，就是我在 Patreon 上面有公开一个文章，叫关于在 Netflix 也有上映，是嗯1989年上映的《末代皇帝》。末代皇帝是在讲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那这部电影其实他的导演其实是意大利人，可是他的几乎所有取景都是在中国那边，然后北京的故宫紫禁城那边，就是在讲嗯，这个末代皇帝的一生啦，从他小时候3岁4岁的时候就登基到哇，登基什么？到时候上字幕英文不会翻译，就是登基。他3、4岁登基上这个皇位，然后差不多3、4年之后就发生了孙中山起义的这个武昌革命，整个清朝就被推翻掉，整个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皇帝这件事，就是开始进入了共和国这件事情，就是共和国的一个体嗯制。那一开始在讲这个嘛，就是讲他一生，还有你在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到说还会有一点点宫廷剧的感觉，前半段有，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他被这个流放嘛，他就是算是被软禁在这个宫廷之内，因为他再也不是皇帝，其实可是当初就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些人还是想说尊重他是以前所谓的皇帝，就让他一样住在那个北京故宫紫禁城那边。不过他到后来就被驱逐出去，然后辗转之下，然后他被那时候所谓的日日本殖民政府，日本殖民政府看上，把他邀请他去当那个满洲国的一个傀儡皇帝，就是他后来日本人就跟他说，跟这个主角溥仪说，那个我们在东北有一块地，那我们邀请你去那边当皇。其实中国的东北也算是溥仪祖先的一个故乡，就是因为以前是那个女真人嘛，女真人其实就是在那个东北那一块，然后说邀请你去当皇帝，然后那其实是一个傀儡政权啦，哇，傀儡政权也不知道怎么翻译，然后后来可是就是其实就蛮妙，他本身是一个华人中国人，但是却是被一个外来政权所扶植的一个政权，那大家也知道说后来。就他一路就是后来也被推翻，这个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他的这个满洲国也倒塌了嘛。那后来他又被后来的这个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呢所判定为这个罪犯，又被丢到那个被抓到监狱去劳改，算是劳改。那其实蛮妙，就是他一开始是皇帝，然后后来又被人当一个傀儡，后来又进监牢，然后最后他从监牢出来之后，他就是当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当农夫啊，每天就是种菜照顾花，然后最后就终老。就其实蛮难，就是他的人生那部片真是把他的一生拍得很凄美，就是从至高无上的一个领导者，然后最后变成一个阶下囚，就是变成一个狱友，然后最后又变成一般的老百姓。就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他其实最后过世是60几岁，其实我觉得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遭遇啦。不过我觉得他一路很勇敢的，他算勇敢吗？就是他遭遇到这件事情依然撑过去，然后其实最后他还是活到60几岁。其实我觉得蛮佩服，因为一般人要是碰到这种状况，可能抑郁寡欢，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更快的结束自己生命。对。那这部戏其实，真的是把如果真的这些观众们对中国历史啊，还有民国初期，还有到后来的殖民政权、2战，然后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段对宫廷啊，对东亚政治有兴趣的观众，其实可以来看一看。